中共最新研发的激光武器燎原1号正式服役了。它确实是无人机的克星，但这么先进的武器，它的3大软肋是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大伟军情局。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30号。据国内媒体爆料现在中共正在宣传它的最新尖端武器，全世界不超过5个国家，那就是激光发生器。在国内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燎原1号。在93阅兵的时候，它出现在了阅兵场，当时只有4部。而最近人们发现央视军事节目里正在播放登陆作战的演习，这个登陆舰上面就赫然装备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它已经完成了测试，进入了实战服役。根据专家的报道它的性能超过了同类美军的产品。当然了，这是它各方面自己宣传了，因为它的功率达到了400千瓦，确实在账面上比美军现役的要高一个等量级。另外，他又提到它的打击距离呢在10公里，然后呢要烧灼10秒钟就能够完成对重金属的烧灼烧动，说明功率大，射程也远。通过镜头显示，它至少有4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它的发射功率比较大，直径达到了 1.5 米。第二，最重要的一点，它的寻敌目标是通过红外线，另外是通过影像，你得先发现传感目标吧，因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它都有这个图像特征和红外特征，你发现了还不算，你还得测距和跟踪。那第3个就是发射完了激光以后，烧灼5到10秒钟的时候，要全程对它进行录像，你得观测一下你的杀伤效果怎么样。所以说呢，前段时间我们讲到英国装备部队呢叫做龙火，它的造价达到了将近 1.03 亿美金。那这个我估计也便宜不了，因为元器件和原理通常是大同小异的。有朋友就问，这么先进的武器为什么目前只有不到5个国家有你比方说美国的、英国的、中国的和以色列的，其他的呢也许有，但是没有对外宣传。重要的原因图大家可能原理都清楚，关键是元器件和芯片，这个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有的。说句直接的，现在美国最先进的轰炸机 B2 图纸就是给你，有些国家你照葫芦画瓢它也造不出来，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制造设备、工艺工程师，再就是原材料。你看你会做跟你能做出来还差着10万8千里呢。那中国之所以能够装备在舰艇上，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近防打那个无人机。它登陆作战对谁毫无疑问那不可能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那只有一个目标，老习希望在老川任内要武统台湾。最近加紧的测试，白天测试，晚上他也测试，就是要测试这些激光武器在夜间能否发现和摧毁目标。实际上在2024年他就有过一次远洋的测试，据新闻报道他开到了太平洋中部地区，应该是完成了对移动目标和靶机的测试，成功了，他才能大量的装备登陆舰艇和驱逐舰。有朋友就问，这武器这么厉害，是否能够对无人机形成杀伤呢？确实是。以前人们对于无人机是通过这个密集阵或者通过一些其他武器，都涉及到一个成本问题。尤其是无人机形成蜂群效应的时候，
它会大量的消耗敌方的防御武器和拦截导弹，这样都是烧钱呀。但是如果有了激光武器，这个成本啊，那就大幅降低了。据说它发射一次呢，也就是几十块钱人民币，这比那几十万的那个导弹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了。所以说，成本上它确实能够完成对无人机的碾压。国内这样的新闻宣传播出来以后啊，国内小粉红集体又高潮了。他们甚至设想说，国内10公里的无人机可以打，那接下来再加把劲儿，最好能够把天上飞的侦察卫星都给它融化了，至少给它致盲了。那星链不就成了靶子吗？那种上亿美金的侦察卫星，最近台湾不又发射了一个监测卫星吗？一发这个激光器上去，直接完活。事实上，他们哪知道这种能打10公里的激光器和能打那几十公里的，在技术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没法直接复制。当然了，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的。相对应的，任何一款产品它都有自己的薄弱环节，就是咱们俗称的软肋。在技术上至少有3个方式能够做到反激光武器。第一个，那就是最简单的，对现有的激光器进行饱和攻击，然后呢，它要设计的一个5秒钟。假设从烧到烧完摧毁5秒钟的话，高超音速导弹你10公里你发现它到烧完你只有1次机会，那我同时发射3枚导弹，那你只能烧掉1个，另外2个直接先把你这激光武器给你摧毁了，然后那无人机蜂群再上。这是最简单一个办法吧，用这种饱和攻击。第二个那就是来硬的，它生成的温度也就是3000度能融化钢铁，但是有的复合材料它的熔点达到了5000到6000度，那你烧吧，你也烧不坏，你还白烧呢。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用一种呢容易吸引这种武器，你专门来烧，烧完了以后呢，我里面有夹层，它就外边形成一个牺牲层，就是诱导你来烧，但是又不至于对内部的组件形成影响，这是一个技术流的解决办法。第三个，那就有一个比较便宜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呢，给它发射子母弹，这子母弹里面呢是石墨烯，或者说是一些弹幕，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金属的东西在空中进行漂浮，或者说是气溶胶弹。那激光你看不到目标的时候，无法识别的时候，这不成瞎子了吗？你再厉害，让你发不出来呢。而这种石墨弹什么这个气溶胶很便宜，你要是一发不行的话，我给你连个10发，直到你把这个激光武器致盲了以后，我再飞我的无人机蜂群来炸你这个登陆舰。所以说，任何一个武器它都有自己的薄弱环节，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确实在某些方面对于无人机形成了压制。所以军备竞赛它就是矛与盾互相动态的平衡。关于这件武器是否这么厉害，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另外，我的其他节目大于观点今天讲到了欧洲如何应对两普的阴谋，他们玩这个反间计太厉害了。那他们接下来是否会放出他的核弹级的抛售美元债务呢？如果您感兴趣，请关注大为观点。这2个节目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见。